这也是台 MPV 车型，当然它的整体的定位包括尺寸呢，都是比我们之前看到的广汽丰田的塞纳是要低不少的。那在车展之前，这台车其实也已经公布了预售价格，基本上就是在20万元左右。最入门的版本呢，基本只要17万多。那基本上这台车呢，看上去的样子，我觉得还可以，不能说是非常漂亮，但是还是有一个 MPV 该有的样子。那么我们坐到这个前排来看看这个车到底里面的装潢是怎么样的。这个车的里头呢，其实长得还是非常的韩系车的啊，就是前面有全液晶仪表，中间有一个竖着的大屏，还是挺好玩的。中间呢用了一个电子的排档，是按键式的，所以呢这个底下它也是跟现在很多 MPV 一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储物空间。当然没有塞纳那么大，但是我觉得很多小的细节心思还是做到了，比如说副驾驶这个前台这个地方也还是有一个比较深的可以放一些零碎东西的这个小的储物格。整个的这个人机工学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整个坐在里面的开阔感还是不错的。当然了 ，MPV 最重要的是中后排，我们去看看。这台车呢，我上来之后就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作为一台 MPV 的车型，它的安全带中排座椅是没有在这个座椅上的。它是放在这个车门上的，这样设计会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座椅在不停的前后移动的时候，这个安全带可能不会贴你的身体。那之前我们看到一些比较成功的 MPV 车型，比如说丰田塞纳，比如说别克 G28，其实都是把安全带放在中排座椅上的啊。这个设计我觉得现代是没有考虑好的。但是呢，这个中排它的整体的配置还是很齐的，比如说它的座椅竟然连前后都是电动调节的，当然包括这个中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它有很多的这个调节按钮，可以设置这个腿托，还有这个座椅的靠背也全部都是电动的。那在中排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座椅还有座椅的加热，还有座椅的通风，还有2个的这个充电口，还有无线充电在这个底下，然后有杯座在中央，然后后座呢也是有一个独立的非常大的天窗，你看所有的这些装备呢都还是比较齐，旁边甚至还有这种手动的遮阳帘。那第3排座椅我也去体验一下吧，稍稍把这个座椅调正常一点。中间那个通道有点小啊。好，中间这个通道，刚才我进来是有一点点小的，所以就不太利于去进出第3排。那第3排呢，这个车充分发挥了 MPV 的优势，这个座椅无论是这个软度啊，还是这个整个靠背的倾斜角度，都是挺科学的。其实坐在这个后排，我觉得跑个长途是没问题。而且大家看一下我的空间，前面我刚才是调了一个挺宽敞的腿部空间的状态，但现在第3排这个车也还是不错的。哇，这个车的空间其实还是可以。那第3排装备稍微少一点点，旁边这里就有2个杯座，然后右边会有一个小的充电口，其他就基本没有了。顶上有空调出风口，看看尾箱去吧。其实我们在外边看过，这台酷斯图它整体的尺寸是比像塞纳 G28 那车要小不少的。那具体反映在哪里呢？刚才2排就后面2排乘坐空间我觉得都不错，空间的主要输就输在这个尾箱。你看这个尾箱基本上就只有这么大一点，你如果是满载7人的情况下，这个里头我估计可能放2个登机箱，2出登机箱就基本全满了。然后底下呢，它设置了一些储物格可能也放不了太多东西，只能放一些零碎的东西，所以这个尾箱空间可能是如果你想买这台酷斯图要着重考虑的点，就是可能满载出行，尾箱空间有点不太够用。但是怎么说呢？这个车毕竟20万左右的一个售价，起售价可能就17万多，我觉得以它的所有的这些装备包括这个样子尤其它的空间表现来说，还是挺值的。那如果你是个 MPV 的买家，不妨在选购的时候去好好看一下这台车。